樓價已經累升咗1年啦，部分幾年前入市嘅買家咧，一收樓咧就已經賺到錢啦，就好似我哋今集驗收嘅新盤上日咁樣，有一房單位嘅業主咧就係一入伙已經賺咗大概160萬㗎啦。不過賺到錢啦都唔代表係贏家㗎，仲要睇埋單位嘅裝修質素。經過檢驗之後啦，今次呢一個單位咧有2樣嘅裝修事項咧都係扣到0分㗎。咁究竟係出現啲咩情況呢？一齊上樓睇睇啦！睇片之前，如果你仲未訂閱28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，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西營盤上日只有161伙，屬於單棟式嘅物業，涵蓋開放式去到3房單位，由大鴻輝發展。大家未必好熟悉呢一個發展商，不過大鴻輝嘅創辦人梁少雄就係本港著名嘅鋪王。喺97年金融風暴之後，同埋03年沙士呢一啲嘅樓市低位，買入咗唔少鋪位，憑住低買高賣而成功致富。曾經有消息話，佢嘅集團持有超過450項收租物業，由投資商鋪到做埋住宅。集團喺2014年開始推出旗下第一個住宅項目加多利豐，定位做何文田豪宅。再喺2021年推出上水上怡，最細嘅單位只有138尺，一度成為新界北最細嘅一手單位。至於今集驗收嘅上日，就喺2024年6月推出，同樣主打細單位。發展商更加送出一間價值大概400萬嘅開放式單位俾買家抽獎。買一送一之外，樓盤嘅定價都引起市場嘅關注。首批開出19,619蚊，係當時同區8年嚟最平嘅新盤。低價推盤嘅最大主因就係嗰陣嘅大市樓價已經跌咗2年幾，相比高位蒸發咗2成4，前景未明。上日低價開盤之後，樓價都繼續跌多大概9個月，最終跌咗2成8先至轉升。去到樓盤今年6月入伙，樓價已經回升返1成3，同歷史高位嘅差距就收窄到1成8。而今集驗收嘅單位就係一房間隔，實用面積286尺，業主喺2024年7月以大概538萬買入，圍返每一尺大概18,800幾蚊。業主本身都係喺港島西租開樓㗎，眼見租金升，樓價跌而入市。之前係幾時開始有諗法想置業買樓？都2年前都有諗過置業買樓嘅，因為啲租金係咁升啦，跟住就諗住，不如儲咗嚿錢，不如買樓啦。咁2年前到嗰陣就2024年到啦。咁其實當時有冇話睇啲咩盤多呢？淨係一睇就睇呢一個。之前喺堅尼地城有個嗰個叫吉捷啊嘛，都有睇過嘅，心儀嘅單位就覺得偏貴咁樣，所以就揀咗呢度咯。咁嗰陣你點睇呢個單位嘅價錢？我覺得係合理嘅，因為附近嗰啲單位其實都2萬幾蚊尺，我買入呢度單位嘅時候就18,000至19,000蚊尺到咁樣咯。咁去到而家入伙咧，其實個市已經升翻啲咁樣啦，即係有冇知道呢個單位最新啲估價係點樣？之前幾日個 agent 同我講就話渣打嗰邊估緊就係720萬嘅，咁就當時買入價就係530幾萬到，好似係，所以就都升咗都唔少，冇諗過。即係嗰陣買嘅時候冇諗過之後個市會轉升。係啦，冇諗過，因為本身都係諗住自住嘅時候，都冇諗太多其他嘢。除咗渣打，我哋都問多咗2間銀行有關單位嘅估價㗎，同樣估到700萬，亦即係話單位最新嘅樓價已經比買入價升咗大概162萬，又或者3成，甚至多過大市同期大概7%嘅升幅。雖然單位嘅樓價有隨住大市上升，但係發展商當年以低價推盤，有冇影響到裝修質素呢？一齊入屋睇睇啊！雖然政府喺2022年嘅住宅賣地條款加入單位至少要有280尺嘅要求，但係上日就係2022年之前嘅重建項目冇受到相關條款嘅限制，所以樓盤最細嗰間只有177尺，可以話係末代納米樓，而驗收單位亦都300尺未到，以一房嚟講都屬於偏細。
咁一入單位咧，見到呢度個玄關位啦。咁如果想擺鞋櫃嘅話咧，可以考慮擺翻前少少個位置。咁因為其實大門開山個位咧都佔據晒成個玄關位㗎啦。咁至於嚟到開放式廚房呢邊咧，都陷入咗一組嘅家電啦。咁例如咧有雪櫃，打開俾大家睇睇咧，其實佢都唔係嗰種酒店式好細嗰種嘅雪櫃，但係可能就空間有限咧，變咗佢個微波爐咧就要擺喺雪櫃上邊。咁平時如果叮完嘢食熱辣辣嗰陣咧，拎出嚟就要小心啲啦。咁除咗雪櫃同微波爐咧，咁其實呢邊咧仲有抽油煙機啦、電磁爐同埋洗衣乾衣機嘅，全部咧都係西門子嘅牌子啦。咁我哋睇睇個工作台面啊，其實咧扣咗嗰個星盤啦同電磁爐之後咧，大概咧就剩低呢一度到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唔夠用嘅話咧，其實呢度咧佢都係陷入咗一個摺疊式嘅台面咧，去俾戶主使用嘅。咁可以拉出嚟俾大家睇睇啦。係啦，大概咧就係咁多度。咁不過大家都見到啦，咁其實咧佢都要經過幾個步驟咧先開到出嚟嘅。咁所以如果係我嘅話咧，就可能未必會用呢張台啦。咁反而咧可能自己買張活動式嘅餐台啊，或者工作台翻嚟用，可能仲好啦。咁大廳鋪咗木紋地磚，對於開放式廚房嘅單位嚟講，萬一煮嘢食嗰陣有水濺出嚟都比較容易打理。不過部分地磚有崩花，需要修補，而室內鋪磚呢一項工種就只有20分，係其中一個失分位。連埋玄關同埋開放式廚房咁計，成個廳有大概120尺，唔算話好大，但係勝在樓層高度去到3.5米，高過一般新樓嘅大概3.15米，咁所以廚房嘅櫥櫃都做到上頂。雖然可以用盡啲地方，但係用起上嚟就未必咁方便啦。好，等我試下開下最高嗰個櫃先。好啊，你小心啲，我幫你扶住啦。好，唔該康 Sir。嗱，嚟到呢度咧，係咁樣可以撳得開嘅。不過咧，如果要拎到最高嗰格嗰啲嘢咧，應該我就未必做到啦。同埋都呢度佢都好接近嗰個花灑位啦，所以都可能業主要小心啲啦。咁啊，其實呢個位置咧真係要小心啦，因為佢太近個花灑頭啦。你大力啲推嘅話咧，其實佢個門咧係可以掂得到個花灑頭。咁啊，所以建議發展商咧加翻個扣翻實去咧就會穩陣啲啦，好過而家你淨係靠個架位咧嚟去做固定。咁見到櫥櫃而家都黐咗唔少咪帽紙。皆因康 Sir 喺度發現部分櫃板有崩花、櫃門開閂有聲響呢一啲嘅問題，需要修補或者修理。咁大廳咧就冇閂窗啦，咁如果要通風咧就要打開呢個露台門，咁佢就係靠近其中呢邊牆身去佈局啦。咁如果平時咧想方便打開或者閂埋呢個露台門咧，個梳化咧最好就係靠翻呢邊擺啦。單位向西北方，外望樓景為主，同海岸線有一段距離。咁估計要高過均益大廈2期同埋豐盛大廈，先至有機會望到海景。而呢一啲大廈嘅住宅樓層就介乎21到24樓，所以上日就由29樓開始變質，由28樓嘅一層7伙變成29樓嘅一層5伙，將部分面向海景嘅細單位合二為一變成3房，咁留翻最靚嘅景觀俾大單位。咁露台咧就係3合1嘅設計啦，加埋咧有成38尺。咁如果睇翻呢個單位286尺嘅面積咁睇咧，其實佢都佔咗總面積咧係超過1成㗎，都算係唔少。咁所以見到咧都有足夠嘅空間咧去晾衫咁樣啦。咁但係咧康 Sir 就喺度發現到唔少嘅裝修問題。咁啊，有時咧驗樓嘅話咧，記緊要揸住塊鏡，就係睇埋外牆嘅位置。咁啊，而家你會見到咧呢度裝咗一粒螺絲，外面呢度成排都係冇嘅。因為如果有時咧冇裝嘅話咧，有機會成個鋁冚咧有鬆嘅情況咧，就驚危險啦。咁露台欄杆一項嘅裝修工程被扣到0分。咁發展商就回應話，露台欄杆欠缺螺絲嘅維修項目，因為涉及外牆嘅高空作業，需要安排吊船排期施工。咁而家已納入咗工程團隊嘅作業日程，會盡快完成執收。完工之後，亦都會盡快通知業主。咁除咗露台外面，
露台嘅底部都係另一個比較容易睇漏眼嘅地方。逢親呢啲升高地台嘅露台咧，一定要小心咧，就係有垃圾喺個露台底啦。咁我哋輕輕倒水嚟去清一清啲垃圾啦。咁啊，建議咧業主倒嘅時候咧，就倒2-3桶就會穩陣啲啦。咁啊，倒完水之後咧，我哋最緊要睇咩啊？就係睇到嚟呢度啦。哇，好多隻蟲仔啊！有幾隻蟲仔啦，有幾堆膠紙喺度啦。最驚呢啲位置咧會有塞渠嘅情況。咁啊，所以一定要開埋呢個山口睇埋。咁由於地台有唔少垃圾，所以都難免有啲塞嘅情況，令到來去水一項扣到0分，而整潔度亦都降到40分。咁跟住落嚟，我哋轉過去睡房睇下啦，大概有51尺，同客廳一樣向西北方。不過對出有冷氣機平台，所以部分窗門嘅位置就做咗啲磨砂嘅設計。呢一間房嘅開式咧都算係幾四正㗎。咁如果我哋留意下啲電掣位咧，咁其實咧比較理想嘅家私擺位咧，就係可以將雙人床咧就係咁樣打橫靠窗邊擺啦。咁由嗰埲牆咧再做一個掛牆電視。咁因為可以留意到咧，就係嗰邊牆身咧已經預留咗一個天線嘅接駁位。睡房部分牆身同天花有裂，需要線灰同重新油過，而玻璃亦都有污跡，需要清理。咁最後睇埋浴室啦，喺上日7到28樓嘅一房入面，主要分2款開則。咁其中一款嘅浴室係雙門設計，無論大廳定睡房都入到去；而另一款嘅浴室就只有一道門，亦即係驗收單位嘅一款。咁呢個浴室咧就係套廁設計啦，即係話咧要入咗嚟房間咧先至可以入到嚟嘅。咁如果請客人上嚟嘅話咧，就可能有機會未必咁方便啊。咁但係入到嚟咧，我覺得個面積咧都算係合理嘅，以一房單位嚟講。咁因為都有一定嘅走動空間啦，同埋淋浴嘅位置，咁同埋咧都有唔少嘅儲物空間。咁成個浴室大面積咁樣用上灰白色，配上銅色嘅水龍頭、花灑呢一啲嘅配件，走輕奢華設計風格。不過越多裝修手工，就越容易有問題出現。而家呢個水龍頭咧好鬆啊，咁啊輕輕用一隻手指，哇，喐得到啦。因為始終咁鬆嘅話咧，有機會佢會好容易漏水。咁啊沿住呢啲窿窿罅罅咧，就會慢慢滲水落去個櫃入面啦。咁啊始終呢啲櫃咧係用木做嘅，濕得水多咧都有機會發霉發脹。水龍頭上面嘅鏡櫃都有瑕疵，包括櫃板崩花同埋支膠唔平滑。咁呢一啲問題都比較容易睇得出，不過有啲地方就唔係咁容易睇得到啦。咁我哋嚟到馬桶呢個位置啦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好多時都要揸塊鏡咧望下背脊嘅位置。你會見到咧，其實入面呢個位置咧係好做到好岩岩巉巉咁樣啦。咁啊，可能因為佢覺得咧係有個馬桶遮住咗。咁啊，而家呢度咧成個瓷磚咧係爛晒。咁啊，其實最好咧整翻少少，先再交樓就會好啲啦。總結單位嘅裝修質素、批檔、假天花同埋家電等方面都做得唔錯。咁至於露台欄杆、來去水、室內鋪磚同埋整潔度等方面就有進步嘅空間。咁單位最終嘅得分係57分。咁發展商回應話，露台地台垃圾清理、浴室座廁背磚修補、洗手盆水龍頭加固呢3項嘅維修工程都已經完工。上日喺今年7月賣出最後一伙之後，已經全數沽清㗎喇。對樓盤有興趣嘅買家，只可以喺二手市場入市。而事實上，部分業主見有錢賺，一收樓已經賣咗層樓。由於政府喺2024年2月取消晒所有辣招，其後開賣嘅新盤唔會再受到辣招方面嘅轉售限制。就算成交之後即刻賣樓，都唔需要話俾額外印花稅。睇返我哋嘅Apahouse App， 上日至今年6月入伙以嚟，至少錄到大概4宗嘅二手成交，其中3宗係一房間隔，而一房單位嘅成交價就介乎720萬去到752萬。對比返呢一啲單位嘅買入價，推算佢哋嘅賬面賺幅可以達到2成4去到4成。樓盤可以錄到比同期大市更多嘅升幅，主要有3個原因。
第一，上日喺2024年開賣嗰陣，正值樓市嘅低迷時期，首批尺價唔到2萬蚊。對比翻西環，亦即係西營盤、堅尼地城一帶近年推出嘅新盤，上日嘅開價唔單止比同期開賣嘅吉捷低8%，咁更加比樓市下跌初期嘅 Kennedy 48低大概7%。咁事實上喺樓價未跌之前，呢一區部分新盤好似上龍咁樣，尺價更加可以去到3萬蚊。同區對上一個低過2萬蚊嘅新盤，已經要數到大概10年前推出嘅津澳。上日嘅定價唔喺樓市高位，當樓價日後回升嘅時候，自然可以造就更多升幅俾買家。咁第二，西環就唔多新盤供應，主要靠發展商收購舊樓，又或者重建旗下物業，先至會有新嘅住宅供應。就好似頭先提過嘅樓盤，吉捷、Kennedy 48同埋上龍都係重建項目，大部分嘅伙數只有100幾伙，咁供不應求之下，自然可以推高樓價。咁如果計上日開賣到而家，大市樓價其實只係升咗大概7%，不過樓盤嘅一房升幅就至少都有24%。第三，上日有一定嘅租務需求。項目坐落西營盤站同香港大學站之間，行過去呢兩個港鐵站都係大概5到8分鐘嘅步程，所以其中一個租客來源就係中上環嘅返工一族。咁由於項目同時鄰近香港大學，大學生就係另一個主要嘅租客來源。咁再睇返我哋嘅8House App， 上日已經開始錄到租務成交㗎喇，部分尺租更加高達90幾蚊。好似驗樓單位咁樣，唔到300尺嘅一房，月租就介乎21000到25000蚊。咁假設今集業主唔係自住，而係投資出租，用返同類單位月租嘅中位數23000蚊咁推算，扣咗每個月大概1700蚊嘅管理費，實收大概21300蚊，可以有大概4.7厘嘅回報率。不過對樓盤有興趣嘅買家都有啲地方需要留意㗎。雖然話項目鄰近港鐵站，但沿路冇瓦遮頭，大熱天時行起上嚟，難免要身水身汗，落起雨亦都唔係咁方便。咁若果唔行過去港鐵站，樓盤對出嘅電車或者巴士站就有路線去港島或者九龍嘅其他地區。不過項目就冇車位，呢一點對揸車人士嚟講可能都有啲扣分。會所設施方面，一樓有健身室、多用途活動室同埋休憩空間。2樓就有花園，可以俾住戶同埋寵物享用，每10尺管理費大概5個9毫2。至於購物配套方面，項目基座有商鋪，拍攝當日見到外圍淨係用一啲圍板圍封，冇門口或者牆身，而發展商就話相關鋪位都仲係招緊租。事實上，上日附近大部分都係一啲地鋪或者民生商鋪，以餐廳為主。最近嘅大型商場就要去返寶翠園基座嘅西寶城。不過如果淨係買下餸嘅話，西營盤站附近本身都有正街街市同埋西營盤街市。由於正街街市喺6月已經關閉，街坊要去到對面嘅西營盤街市。裏面有賣魚類、肉類同埋蔬菜等等，可以滿足到日常所需。樓價升咗啦，固之然就係好開心啦。但係咧，其實如果好似我哋今集個業主咁，佢用嚟自住咧，個裝修質素咧同樣係好重要㗎。我自己嘅睇法咧，就係雖然今次呢個發展商佢冇好多嘅住宅發展經驗啦，但係如果清潔方面係做好啲咧，相信咧都可以俾到一個好啲嘅觀感啊業主㗎。如果有業主都想申請驗樓，可以參照翻呢個格式 ，email 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都可以㗎。最後啦，大家對上日有咩睇法，都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㗎。鍾意呢一條片嘅話，就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。